看这个豆有多多，可是真的好甜哦。对啊，这个一定要吃，就是叉雷巴。花牛也有很牢啊！听说爱吃甜点的人来到花莲绝对不会错过的一家店，每一道都其实都可以做是招牌。还有这个期间限定的茴香水饺，对，咬开这个薄面。天哪！如果一次下订2间的话，就可以互通这样。这边，哎，我以为是镜子，不是啊，镜子。好烫哦！为什么那么烫？哇，一定是泥沙太辣了。这是秘境，对不对？听说是个秘境。我穿个和服来打卡，都说自己在日本。它是一个用梅子做的鸡肉料理，这样。梅子鸡。对，然后我想说，就今天我也没吃过，然后想说我们2个一起来，就带观众朋友也好好开箱一下，这样。梅子鸡。好，就在这里啦。好神秘的地方哦。对啊，特别的一个地方。来哦！我是真的蛮想吃这家的啦。而且他们好像都要预约那个才有东西吃。而且外面果然有那个狗狗，因为这是宠物友善的餐厅耶。狗狗也可以打。你好。而且我那个鸡油味道很香。期待就是这个梅子鸡，因为久仰凤麟的这个梅子鸡炒得好漂亮哦，这是一定要预定才有的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哇，这是我们的2大菜色，第一个山水香烤鱼，梅子鸡都是要先预定，烤鱼跟烤鸡都是要预定的，没错。而且我在这边看到菜单上面注明烤鸡请1个小时以前以上要预定，这样，因为它是从生的烤到熟的，包含鱼也是。这个是无锅鱼啦，真的是对，但很大只，很肥的，然后这个是放山鸡，塞一些像九层塔啦跟辣椒，还有我们自己腌制的梅子。OK。你现在是不是在等它不烫？没有，怎么样啊？我刚刚也是想说，我们再帮你继续多聊一下，比较不烫。比较不烫。哇，哎，看起来很嫩哎！而且沙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刚刚我们知道侧面了解老板烤这个东西为什么颜色，我就发现很漂亮。对，因为它选用的木头是用那个红木下去，那这种木头就是在温度的恒温保持上面可以拉到比较稳定的温度。哎，这个鸡胸的地方看起来也有在厉害哦。水分。旁边这个是它的鸡油，就是它炼出来的是出来那个炼出来下油，这是最精华。等一下，有面包，这个是软发面包。软发面包，对，也是可以沾着鸡肉的吗？对，就这样有点类似像鸡肉卷，它有一个像台式的挂包的概念，就是像吃烤鸭的饼皮的概念的感觉，对。但是我还是先那一哥，你先试一下饭，然后我来试一下这个卷。我先试一下。它这个上面是已经有放那个蒜蓉奶油酱，蒜蓉酱这个，然后沾一点阿妹啦，这样子吃，对，哎，蛮特别的哎，没有看过。李莎先吃。它的层次很丰富，而且因为外面烤的这个面包，它已经有一点焦焦脆脆，然后你咬进去之后呢，会是那个蒜头的香，然后梅子的那
鸡肉味其实也有散发出来， OK 中间的那个咬劲嘛，我觉得可以当早餐。早餐对，早餐可以这样吃。我建议你淋食在饭上面，好因为它这个会改变你整个饭的味道。哎，我发现它的那个鸡油有一点那个炭香，红木炭的那个炭香蛮重的耶。没错，而且这个鸡汁现在等于说看那种日本的影集，不是便当会放个梅子嘛？哦有一种这种感觉，就是解这个油腻，你知道吗？对。我想吃看看它的皮。你刚刚说它的皮有刷那个梅子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应该算小偷鸡油。对，小偷鸡白饭小偷白饭杀手。对，没错。吃起来的脆度、口感有都很好，然后那个嫩度还保留住，它没有像平常有时候烤鸡很薄脆，它还有一点点那个突突的感觉。对，还有这个我们的烤鱼，你看这个豆有多多，是整个随便一夹，跟鸡腿一样，那肉很多哎。而且真的好甜哦。对啊，很少吃到无骨鱼有这么清甜的味对，道。所以我们没有土味，对，三全水养，那肉很细。所以花莲不止好山好水，还有好的无锅鱼。对大家如果来花莲，就是想要像我们这一集要尝试新的东西、新的餐厅或新的不同的感觉的话，这个你可以点。对，那我想喝点这个汤。你要喝，你要喝。这汤听说也是我刚喝2碗。招牌的，这是凤梨苦瓜鸡，完全不苦，对，完全不苦。而且鸡肉是用这个什么玉米鸡吧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是选用凤梨的玉哦，跟米鸡这个鸡肉不一样。不一样。然后像这个珍珠鸡，它是专门就是玉米，所以它的油脂会特别的黄。哦。在吃的时候，像鸡肉啊，或者是那汤上面就浮着一层这个黄黄黄黄的它的这个油。它的本身的天然的鸡油，啊，所以负担是非常的少，真的，因为他们可以多喝几家的凤梨是非常的爽口，还可以试试看我们的整只嫩子排，好。我们是完全是用那个柳橙炒出来的，嗯，所以吃起来是有果香味，是柳橙的香味，吃没有那么多化学的味道，然后猪肉也炸的恰刚刚好。不会很柴。这个鸡对跟鱼让我印象真的蛮深刻的，我觉得来必点这两然后又可以夹面包吃，就不一样的口感。新的感受对，这样。新的。哇！哎呀，有没有发现我忽然把摩托车舍弃了？哎，我们竟然坐大众运输了，坐火车哎，不是因为这个车站你不觉得很漂亮吗？很不一样。对啊，它是东部唯一地下化的这个车站，这样林东星光站。这出来的景也太美了。对，而且它一天有2班那个台北过来的那个普悠玛可以到这个地方，所以下车就直接来。一边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那个兆丰农场，之前的兆丰农场。然后，但是我们今天其实要去体验的是一个很棒的一个速旅，这样。可是我们要怎么去啊？你把摩托车舍弃了，那我们要怎么去？没有，贵宾，我们帮你安排这个 buggy，好不好？他们有接受。对，哇，好，谢谢。呼吸一下这个来自花莲的新鲜空气。没错，而且我其实很喜欢住在这种山脚下的这种，不管是那个住宿的地方，或者是度假村，因为空气又特别好，身心灵对，大充电的感觉。然后早中晚的景色都不一样，空气也都不一样哎，。我们好像到了耶。到了，对，我们这里2分钟哦，火车站2分钟开车过来2分钟就到了。好，谢谢。欢迎来到很美哎。你好，你好。光看到这个时程表，你们一天也太多可以体验的行程了吧？是，其实我们这里还有蛮多的活动，它是轮流在替换的。这都是免费的吗？有些部分是其实有价钱，对，有价格，所以我们用颜色去区分。哦，有一些是免费体验的绿色收费体验。啊。其实包括这边，我刚刚有看了一下，我觉得这个地方亲子空间就是很适合小朋友。对。就是你看他们在这边玩啊、看书，甚至这是可以有安排手作还是什么的，对不对？是。而且这里很大对啊，超大！你看那边有没有？很大。甚至还有驻村艺术家可以在那边写生绘画体验。哇！所以萤火是在哪里？这里。哦，这个啦，以前就是想说那个露营啊，学生不是有那个毕业旅行或什么童军旅行，都会有一 part 是这个萤火晚会的部分。
像我们今天就会起，因为今天的天气很好，也好。那晚上就这边一个小萤火，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一圈啊，坐在这边享受的萤火，喝个小酒，是可以烤肉的吗？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规划，就是像那个棉花糖。那另外就是夏天这个地方，我们最喜欢的就是晚上可以看星星。看星星。后面呢，草原区我们的光害，我们是尽量有去设计过的，所以它的光害是最少的。房间喽，太棒了！哎，我其实超期待的，因为我真的来过它之前，对，然后跟这一次整个重新改装改变了之后的感觉，而且它大到连房间我们都还是要开这个车去，而且感觉比从车站到这边还远，对不对？哦，哎，好可爱，很像进入童话世界里面哎。对啊，你看，然后中间还有那个小朋友可以游玩的区域，这个游玩区域做的超级像那种在森林里的，有没有？天哪，这带小孩来一定会疯掉。这边吗？是，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好哎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来参观一下我们的楼中楼。天哪，这个是我们住客都最喜欢的，好不好？楼中楼的房型，哎，真的很漂亮哎。哇，超级美的！我跟大家说，很新，它有个很新的味道，那个油漆味都还在的那种感觉，有没有？油漆味。开不到半年，它竟然真的是那种新的旅馆的味道。那旁边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露营灯。哦，露营灯就是有，你可以提这个出去啦。是，它其实就是一个手机，不用只用手机啦，等于算是提着，又有点气氛这样。而且又可以拍照，对，凹豆一下，很可爱，很漂亮。那我们去楼上看看。好，去楼上看。这算4人房吧，就是可以对，可以住到4个人。OK 啊，很棒很棒，而且上面是不压迫的。对，而且这里有个优点是因为很新，大家都还不知道，就是大家可以趁现在就是赶快预定，好定一点的时候赶快来订，没有那么多人的时候。我们这里其实比较希望诉求是门一打开看到就是花莲的山，然后走出来的第一步不是走廊或是电梯，它就是花莲的草地这样，所以这是台湾中部比较稀有，大概也是唯一的，就是没有这个不是高楼的这种度假点，对。然后我们诉求是每一个有独立的空间，这是我们唯一有3栋是互相连通的，上下左右是连通的。哦，所以也有2楼，有2楼，是唯一有2楼的房型，真的很像是捉迷藏哎，对啊，很像家里的感觉。谢谢。这个是连通法。如果一次下订2间的话，就可以互通这样。这边，哎，我以为是镜子，不是啊，镜子。哦，这样就可以有，就是大概10个人一起在这边玩。我们这一栋可以住16位。16位。对，因为1间可以10位，那我们一栋呢有4间，楼上楼下就2间。哦。而且这个空间大到。就是小朋友可以在那边玩那种小勾卡，也行啊，地板也是做，对啊，就是小朋友可以在这里玩也没有关系。然后这边还有你最爱的浴缸，他们连配色其实都配得很好看，然后让眼睛很舒服的颜色。小浴缸也是使用免治马桶，用的是花莲的山泉水洗屁屁哦，没有，这我乱讲的，这我乱讲。我们每间房间都有捕梦网，这捕梦网也是我们跟在地的这个原住民的老师一起合作。这捕梦网好大，超大的，每一个捕梦网都不一样，对，造型不一样的。刚刚那绿色的，对，真的很棒哎。还有按摩的课程，也是直接来房间里按吗？是，然后我们也有阿育吠陀跟排毒，或者是这个静心瑜伽的课程，古法头低油疗程。对，那我们主要是想要配合这边，因为花莲是全台湾第一个名列为国际慢城的城市，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个地方也符合慢城的慢活的精神。真的很舒服，而且可以跟林莎一起泡汤。但我必须要说，因为平常是男女分开的，但因为今天拍摄的关系，才让你跟我一起
去吗？像这一间呢，平常是女汤，可是因为男汤跟女汤的风景啊，跟整个造型不一样。对，他们是譬如说，哎，今天男汤是这边，明天这边就换的意思，让常来的住客可以享受不同的风景。没错，如果你住3天2夜的话，你2天就可以有不同的泡汤风景。而且你看它黄的，以为它是像那种青黄那种，就不是，它其实真的是那种白色碳酸氢啊，淡淡的那种味道，所以泡起来不会味道很重，不会有什么负担。所以只要入住这边的话，就可以享受这个温泉，而且还有汤屋哦。对，还有入汤屋券。有汤屋。这汤屋也可以选择，然后这个也可以选择这个。我们去泡一下汤屋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家庭池的那个？对，家庭池。哦，完全不油，里面的那个南瓜米啊，好香哦，最好吃哎，异口同声。魔草是做什么？解毒。多太毒。来，整盘给我。你哪里很懂？需要手。就是。我们去泡一下汤屋。好，这个是什么家庭池的那个？对，家庭池。哦。哎，这旁边是冰冰的这个石头。没有，他就说他这个是那个花莲这边特有的蛇纹石，而且其实这个池子非常大。你看，我跟明莎都2个大人了，可是其实还是很宽。他说其实1家4口很适合一起来泡汤。而且你不觉得身体暖和，然后趴在这冰冰凉凉石头上很舒服吗？对，这里很冰哦，真的。然后大家就可以这样，然后聊天，然后带个冰水进来。对，哎，其实真的步调会变很慢。而且我们如果不是住客、外客来这边在泡汤的话，他会付一个下午茶。很棒哎！即使没有要住宿，或之后播出之后大家住宿订不到的话，可以来泡汤啊，吃下午茶。而且它还很特别，是你知道，人家是什么酒水让你 all you can eat， 这边是直接让你对 all you can 泡，24小时的。想要一直泡在这里面也可以，就是在营业时间之内，你想来泡，它随时欢迎你一直来泡。对，可是一个你不要忘记，我们还有预约手作，我们有手作的课程，然后等下还要去吃个晚餐啊，看看星星，感觉今天一整天行程。剪刀手布了，那个输的人去到。你说这个手作，我觉得你要去。我想在这里泡就好。因为其实秋秋这边呢，比较诉求的是在这边要舒缓你的步调，然后舒缓你的心情，沉浸你的心灵。那这个课程呢，就是把这边我们最自然的花莲的周遭的这些药草、草药，然后干燥之后，对，而且就是园区里面的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放进这个你们现在手上的这个药草包，然后客人可以带回去，然后带回台北或是繁忙的生活呢，然后泡在你们的这个浴缸里面。那你们在泡澡的时候，可以回想到你们在花莲的时候有这么一段很轻松的这个味道，然后这个回忆也可以很棒哎。这个药草，魔草是做什么的？哦，魔草它有解毒，解毒，要多一点，太毒。芙蓉它是有关节疼痛啊，如果水肿。哦，这个也需要，好肿。祛湿，这个呢是消炎消肿。来，整盘给我。哪里很肿？需要一个布袋，需要消肿。对，也不是觉得会有自己容易水肿啊，然后身体很毒这样子。对，那我们还有其他的课程，包括花莲在地的蛇纹石。那其实这个蛇纹石它有一个红外线，所以它对人体是非常好的。所以是可以放在身边的，可以放在身边的。对，那2位桌上其实都有这个我们的模具。对，那我们在里面呢会有2项元素给大家放进去，一项就是我们的蛇纹石。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这是我们自己在园区内的非常新鲜的这些花草，干燥之后呢，你们可以选自己喜欢的花材，把它铺上去，这样让石头跟花材一起调。对。超饿！我跟你说，这里呀，对，它东西很多，然后有一个未成年请勿饮酒。它这边是，对，我们刚好问就是客人多就是把费，然后如果客
客人比较少的时候，比较旺淡季的就会是套餐。哦，这里有炉烤肉耶！天啊！谢谢。好大一块哦！我刚刚其实有看到一个我很想吃的东西，它的蔬菜盘其实都是跟在地的小农合作，然后就有超级多蔬菜可以选择的。哎呦，是肉燥饭，看了不得了。可以先做了吗？这个炉烤牛排看起来就很厉害，很嫩，对不对？非常 OK。切的时候就可以感觉到超嫩。这个在餐厅吃一克也是不便宜。但是在地啊，像我刚刚偷吃的这个卤肉饭，其实也是好吃的。它卤肉饭就是也是咸香的。然后配上花莲的米，我觉得我刚发现它这个药膳的这个红枣排骨汤的这个排骨是好吃的。哎，因为你已经吃完了，我已经吃完了，你已经吃完了。这一锅很温暖。它的排骨很软嫩，你知道吗？它是那种猪软骨的那一种，所以骨头是可以咬的。对，而且很适合这种现在有点凉的而且它的天气。汤超级养生的味道。有信心吗？有信心啊！有信心。我想说，什么有信心？当然有信心啊！有信心。我想说什么意思？有信心？对这个度假村有？其实应该有，但是因为我们面前这几盏灯实在有点太亮。太亮了。对，但我喜欢这个氛围啦。啊，这个有这种萤火小小的萤火在这边这样子。而我蛮喜欢刚刚他们 Chris 讲的，就是说其实他们做这个东西是希望来的住客就是慢活嘛，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新的朋友。所以蛮建议大家就是吃完饭就是多花点时间，真的好不好？摆脱一下3C，可以好好的跟大自然相处一下，看星星。对。做完瑜伽，我们来补充一下，就是你知道能量，吃早餐的。而且这边的早餐，非常适合晚起的，因为它到12点才收。连我们早上做完瑜伽之后，可能10点回家洗个澡，不是回家，回房间洗个澡之后，然后来吃也是可以。对，都是 OK 的。可是我觉得刚刚我看了比较特别的这边，你看，就是花莲排队的名店，包子，它直接写公正包子，有没有？你这个平常可能都要排队。香。欧姆蛋。好，你要叫什么料？豆浆。好。它除了有欧姆蛋之外，它还有炒蛋啊，然后还有太阳蛋可以选择。就是蛋的料。对。那我想要2个双面煎的。好，没问题。然后蛋黄比较少。好，谢谢。要去吃午餐。好。那因为这一次呢，我们走的行程呢，就是要走那种你知道吗？新玩法，所以带你去吃一个老店。它在这附近，然后30多年，可是有一些东西很熟悉，但是你吃是会有新的感受。对，在这附近超级近的，而且能够在这种地方开30年，我觉得应该有不错的水准，以不以命？真的蛮以命。我们到了，等一下哦。离我们的住的地方也太近了吧？对，而且我这样说我是大文，应该大家也相信吧？应该大文今天上班了。这样怎么吃东西？是吃什么山菜？他是吃那种山菜的，就是这附近的一些土产啊、山产这样子。对啊，而且你看整条都是，他就说这边是以前的玲珑老街这样子。你好。哎呦，你好。看这个白斩鸡就好吃啊。老板娘吗？你好。听说你们开很久了。对，
就是从阿嬷那个年代，哦，第几代了？第三代，第三代了。第3代，你是第3代。对，我是第3代。哦。好丰盛。可以帮我装一点黑米吗？可以，那是紫米还是黑米？这是黑米，黑米而且是吃到饱的哦。然后有看到他那个墙壁上还特别写，要大家珍惜食物。来，来，那花莲有盛产黑米吗？有。对啊，因为我看这边有一些餐厅也都是用黑米这样来煮饭这样子。花莲也是白米、黑米、白小米的所在地。哦，我发现这里有很多平常在市区看不到的山菜。对，就是吃合菜看不到的那种山菜。对，像这2个，这是什么啊？那个我不认不出来，这个我认得出来是甘蔗笋。甘蔗笋。一开始我还以为它只是真的笋子，就不是，它是真的是甘蔗的尾部，很嫩，好嫩哦，它非常嫩的，嫩但是脆哦。对，而且不是每天都有，我刚好看到，它那个标志上面有写，就是今天有提供甘蔗笋，今天有提供，尝一尝这样。哦，那这个嘞？那个是牧草心，牧草心，对，有机的养生的哦，红牧草，牧草可以吃，对，牛的那种牧草，牛羊的那种牧草，牛跟马在吃的，牛耳跟马儿的最爱。那它的比较特别的是红牧草，红牧草的话，它口感比较鲜甜，对，所以你仔细吃，它会有一点牛奶味，对，有一点点，因为它乳牛都吃它嘛。哦，而且牧草本身防癌、养颜、美容、整肠健胃非常好。我觉得它是纤维感很重的蔬菜啊。但我自己是喜欢这个甘蔗笋，因为嫩嫩的，它很嫩，它真的就很像我们在吃那个绿竹笋那个笋尖那个部分，嫩，非常好吃。那另外一个是这样，那是什么？山猪皮。凉拌的山猪皮，这是猪皮，好薄哎。对啊，这个跟那个豆皮一样哎。来夹块麦，很像那个鸭脚冻的那个哦，但是更脆，而且不油。我们的山猪皮是没有炸过的，没有油的，嘿，就是吃它的胶质跟胶原蛋白。天哪，这个大文真的会爱死，很 Q， 养生一点啊。啊，这打包给大文。然后这个他也很爱，对，今天这一桌都是爱的。这个一定要吃，这个也是我自己在热炒店很爱点的一道菜。好就是叉雷吧，很大一颗，超大一颗的。很牢啊，花牛也有很牢啊。这是秘境，对不对？听说这个秘境。对。穿个和服来打卡，都说自己在日本。有没有像那个日本团子片？今天这一桌都是爱的。这个是里面是南瓜，因为其实花莲也蛮盛产南瓜的。然后它比较特别，在外面是用芋头把它裹起来。这是你们自己的创意菜色吗？算是新产品。新产品啊，我们这一次的主题，我们这一次的主题啊，终于可以扣一下了。终于。啊。它外面这层很像，你知道我们在去东部会买那个芋头饼干。芋头酥饼的那个比较粗脆一点的那种，像炸过的芋头啊。很像饼干，然后很脆，而且完全不油。里面的那个南瓜泥啊，好香哦。而且我觉得它是很聪明，是它会让你吃那个南瓜原味，对不对？它的芋头其实没有什么调味，它的芋头其实吃得到芋头原本的味道，甜甜的芋头香。刚好去 balance 这个南瓜，这个你知道，它这个南瓜很甜，非常甜。我觉得这个要点啊，这个很好吃，这个要点，最好吃，异口同声，真好吃。在我面前的这个是桂喵吗？他们的桂喵听说也是厉害的，加特色的口味，对，因为这个酱观念蛮大，这个酱就是自己从阿嬷那个年代一直流传到现在，秘方酱汁哦。对，这个酱。真的是在阿嬷家会吃到的，有很浓的那个香味，很像有时候吃那个大家可能来南部的时候会吃番茄姜汁番茄，它有一点点那种感觉。而且奕哥，你有没有发现它的桂喵不粘口？对，蛮多客人不敢吃桂喵的客人来我这边吃。对，它因为它酸酸甜甜的关系，所以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度很高。很开胃。我爱。好吃哦。其实桌上还有。老板娘你很厉害耶。这个真的不错。阿嬷传下来的。我们吃点这个也是特色的。对。这个一定要吃，这个我有做功课。就是
这个也是我自己在热炒店很爱点的一道菜，好就是螺肉。叉雷巴，可是他们是说瓜牛，但是其实统称都是叉雷巴，哎，类似对嘛？这很大，而且很大一颗，很大一颗，很大一颗，超大一颗的。很牢啊，很瓜牛也有很牢啊。很牢啊的意思就是去外面自己捡的，哦，捡回来然后自己敲自己洗。在哪里捡？啊？这好吃哎。其实基本上有有草丛的地方，只要下过雨都捡得到。比如说那个啊，没有污染的地方，就譬如说那个秋秋僧侣啊，的外面吗它的那个草地上，那边很多，好嫩哦。它这个不用炒很多很重的味道，而且很软，超软的。我觉得这螺肉好吃，螺肉很厉害，对不对？螺肉厉害。还有一个这个啦，哦，要不然你介绍？刚才解开它的身世之谜。对，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在台北有吃那个乌田子？对。然后那时候那个炖饭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对，。乌田子到底是什么？结果刚刚来到这里，我正式来到花莲。刚刚老板娘跟我说了她的台语之后，我才知道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。天哪，从小就认识，但是在台北不认识它。对，因为我阿嬷每次都讲台语啊，所以那时候我都不知道那个就是乌田子哎。然后这里又出现欧迪亚的汤，野菜汤我。很喜欢吃这个，真的哦它有一点点微微的那个苦苦的感觉。说这个什么抗氧化什么，对我应该也喝过它啦，只是不知道它是这个。啊，对，就是这个味道。哎，我第一次，我真的有吃过外景来那么多次，我第一次吃到我阿嬷煮的味道，哎，因为外面真的吃不到这个啊，欧迪亚的汤，以前都是那种地瓜汤、野菜汤，对比较少有这个。而且还要放这个小鱼干的，然后刚好有这个微微的苦味。这菜其实也很嫩啊。很好吃，而且这种菜现在一年比一年少哦。因为种田的人。那你还放这么多？因为客人喜欢吃，我们曾经有客人一样的量哦，他们一桌客人8个，他吃了6碗。哦，因为真的很好吃，而且又很养生。真的。对。然后就是对于那种我们太多都市的小朋友，其实当他们多认识这些野菜，真的有很多其实是真的对。然后还有这种秋楼菜，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吃一下，好吃。真的不容易，一波多折，我觉得这个路很难走哦。空气很好哎，这是秘境，对不对？听说是个秘境。对，樱花步道。其实我们刚刚一路骑上来，路边就陆续都有了。对，然后现在是3月，说下个月会再更开，对不对？下个月到3月底吧。 3月底是不是？可以开更多。OK。而且我觉得这里很棒的是吉野樱哦，好漂亮。我们这样整个这样看下去，粉条这边粉色的，超美的。有穿个和服来打卡，说自己在日本。而且因为我们刚刚骑蛮高的，所以其实视野超好。对，适合慢慢走上来啊，其实可以体验一下不同的感觉。我们现在已经回到市区了。对，花莲市区。这一家我觉得你一定很因为连我自己看到资料，我都觉得很喜欢。其实这一家昨天跟他稍微有小见面。对。我们昨天在吃那个晚膳自助式的时候，对，就发现他们的点心也是用这一家的，然后真的超级期待今天会来。到了，而且是你推荐我的。对，结果你吃了之后，马上爱上。真的。而且那个昨天吃的时候就想说，天哪，明天竟然会来他的店，我都超开心的。对啊，因为你也知道我花莲很多朋友，我花莲很多朋友说他们都认定这间是花莲非常强、非常厉害的一家。听说爱吃甜点的人来到花莲绝对不会错过的一家店。哎呀，来，那个可丽露真的很好吃，忘不了的味道，是不是？你好，我真的是慕名而来的。对，那我有什么推荐给我们的？
闪电泡芙，闪电这个千层，对，千层，这个三角形的感觉也很特别对，耶。它是马斯洛三角形，那是什么？马斯洛对，它是百香果起司蛋糕。哦，哦，百香果的。那个马斯洛理论。好啊，还是好，那我们就点这样子。哪一个不要，然后还有其他全部来。哎，好，那全部。哎，真的很难抗拒，就是每一个看起来都很好吃可是他。们这里反而没有可丽露哎。卖哦，卖完了，哦大家一定要吃哦，好吃。哇，说全部点我们就全部点，而且它的甜点都长得很可爱耶。这个是他们的闪电泡芙，有没有像那日本团子？像。哎，等一下，它上面很像糖葫芦那种。这种焦糖感觉。超脆的，大家看它中间其实是有泡芙的那个馅料在中间的。不错，我不管了，我直接吃了。很像我们那吃焦糖布丁上面的那一层的，那个焦糖整个非常的足。对，但它又更脆，而且里面的那个馅很饱满哎。里面是馅是不是有点咖啡的味道？因为焦糖有一点因为如果去吃起来有点焦香味。咖啡的那种味道，而且没有到很死甜的那种。再来，我想吃这个。啊，我不知道怎么切啊。其实大部分在吃的时候都会千层加的馅，然后你就是一起吃，但是怎么吃倒是没有特别限制。哦，哎，你们的千层算蛮厚的哈。其实还好，我们还有稍微压过，所以它比较实一点。对，蛮扎实的那个。很厚啊，像那个横切面。你知道有几层吗？700多层。还有这个期间限定的茴香水饺，它刚好跟那个皮，然后跟肉的馅料是很 match 在一起的。通常水煮系列汤啊，我不会这样原味，但这个汤我是可以直接这样。比较属于清淡。就它有点算是那种里面可以加粉丝，可以把汤漱进来的那一种。什么？摇摇手机也能抽奖？什么？吃喝玩乐多比价？没错没错，下载时尚玩家 app， 不管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所有好康资讯通通整理给你。现在还有独家优惠卡，让你走到哪里优惠到哪里，还能随时随地收看节目，随时重温欢笑和感动。现在就赶快下载时尚玩家 app 吧。这个其实很少店家在做，不多，真的不多。你们的千层算蛮厚的哈，蛮扎实的那个。很厚啊，你看那个横切面。你知道有几层吗？700多层。哎，OK 哦。外面酥酥，里面扎实的感觉，然后把它加一点丝。哎，你这样吃很聪明哎。对啊，我刚刚其实就在想说把它当成对不对？这样吃最棒。而且它还有加它中间还有草，没有加金箔。对，有一个达克瓦兹的蛋糕。哦，达克瓦兹在中间。是那个香草的奶馅。怪好喝。怪好喝。草莓很新鲜。对，草莓加开心果，很 OK 耶。很搭。很好吃。它的开心果酱好好吃哦。这个真的好吃。我刚刚想说会不会太多，但其实不会，它是很清爽的那种慕斯感。哎，他们说他们吃千层的时候都会把它弄碎，把它就是把饼干然后捣碎，然后和着那个慕斯吃。可以啊，就像这样子。像这样，对不对？哎，有一点不一样的感觉哦。就千层的感觉没有那么强。对。但我个人喜欢大片。这个比较像是那种杏仁碎片，有时候一些小碎片撒在蛋糕上面那种感觉。没错。这个也是。对，这个是马斯洛三角形。哇，黄金色的富士山的感觉。对，我要吃哦。好。它是那个。你是这样吃，所以如果以马斯洛的话，你是没有那个最上面那一层的部分，你没有那个自我实现还没达到。生理需求有了吧？有。哎，这个很特别耶，很好吃。中间有个馅心是酸味的，让大家看一下中间，它就酸味比较强，百香果风味比较强。它的口感很像在吃那种冰淇淋奶昔的那种感觉。对，但是它下面这个蛋糕体是也很好吃。对，它是 cheese cake， 对，它就是百香果的 cheese cake， 所以整体都是百香果。哦，这我喜欢，我也喜欢这个。哦，哇，
难怪大家说来花莲喜欢吃甜点不能错过这一家，因为每一道其实都可以说是招牌。对，而且都很棒。现在又多了一句话，没有很喜欢吃甜点的也会来这家。毅哥认证。林少，我跟你讲，这一家，我来到门口才发现，我应该跟老板喝过酒，只是在我年纪很小、刚出道的时候，涉世未深的时候，有见过老板。我们来花莲拍戏，然后顺哥以前有个餐厅在这附近，所以我刚一走到这边，看到老板的照片，老板在哪里？老板本人。对，老板。那时候是我跟他们一起拍的，他是我出道的第一部戏。有很多艺人来过2店的钱。对啊，对。但是我还没吃过老板的手艺，所以今天第一次来，喝过酒，但是没有吃过他弄的东西。可是听说也是这边非常有名的，因为老板他们的一些调味料都是从大陆那边直接进来的，这样子是很道地正宗的。这个店开多久了？我面店开了快20年了，快20年。面店开20年。很手工的面是我们这一家。真的。像我扯面凌晨4点要起来揉面，要揉面发酵要3道。超级快，已经做好了，我们马上坐下来品尝一下。马上来试一下。哇，我点的是双酱的面，双酱的，对，而且是炸酱加麻酱，双酱扯面哦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所以其实就是真的，我们这样一碗面是一条变出来。对，本来是一整条，对，然后老板一直扯，把它扯成像这样，所以它面吃起来就会很有筋道。对，这个双酱是炸酱加麻酱，对，而且还有它那个13香在里面，独门配方。对，所以我拌的时候我一直闻到那个味道，13香的味道很特别。同时也吃一下我的番茄牛肉面。它的面超级可以扒酱汁的，而且煮的很刚好。因为有时候会想说这种宽面会不会有时候煮久了，对，太软太淡这样。它的还是很 Q 哦。13香的那个香料味啊，很重。对，蛮突出的，非常的重。那我觉得我这个番茄牛肉面，它就是真的蛮清爽，然后吃得到这种大块的番茄酱，然后蛮酸爽的味道，然后配上它这个面，其实你的是干面，那吸酱汁，其实它同样的，它就算放在汤面，它也是蛮吸汤汁的。对，就味道不是那种偏红烧那种，是真的就是很番茄，看它这个汤是已经呈现那种番茄煮一阵子的这种味道。还有这个期间限定的茴香水饺，你有听过吗？我没有听过，但是我刚一夹就知道它是茴香了，因为它那个味道已经很明显窜出来，而且我刚刚咬开这个薄面，天哪！它这个算是期间限定啦，就11月份一直到3月份才有的。对，然后有的时候刚好可以做，所以就不手软的把它全部加进去，加一点酱汁吃吃看。我觉得那个他刚刚讲那个茴香啊，我们都茴香，他说用的是小茴香，西餐用的是大茴香，然后老板自己觉得他觉得小茴香最适合拿来包水饺。我觉得其实吃起来蛮特别的，因为它刚好跟那个皮，然后跟肉的馅料是很 match 在一起的。对。所以如果想要吃一点比较特色的水饺口味的话，因为好像别的地方没有看过，对，你没吃过。而且但要选时间，11月到3月份。刚刚我吃的香菜的也不错啊，其实。老板这边的水饺都有这个特殊的喜欢的族群，你一定会很爱的那种。但它的饺子皮是真的蛮 Q 的，蛮好吃的。水煮牛，听说小蔡老板也是很有信心哦。而且他墙壁上还写的就是最好吃的小菜，全台只有这里有哦。这个是他们店里面的那个招牌9转肥肠，是真的有9层吗？好几层啊，但是就蛮多层的，长中长嘛。靠长的那种，我自己是喜欢这样子的口感，因为它吃起来就会有多一点那种你知道肠子主角的口感。对，整个饺肠穿成这样，对，而且有一层一层的。这个是用手工的，这个其实很少店家在做的，不多，真的不多。对啊，好可爱哦，跟甜甜圈一样。它的那个它的卤汁蛮特别的耶。没有很咸，它就很清爽，然后有点辣辣的味，因为一点点辣辣的那种感觉，有点醋香。那要吃酸菜鱼还是吃？先吃酸的好了。
酸的啊，哦，闻起来很酸，很酸，很酸。但是如果你是喜欢酸白菜或是酸菜系列的，这个会搭你的胃，而且很开胃。哎，它的酸不是很刺激的那种酸哎，是很好入喉的酸，而且很明显是蔬菜的酸啊，对，不是那种酸到底的那种。就是酸菜你咬开，它的那个醋味啊，它没有滚很久，所以它的那个味道都还很明显。然后配着鱼吃，我觉得应该还不错。而且这鱼很新鲜啊，我觉得我们在花东一带吃到这种台湾鲷，其实基本上不管用烤的或是用煮，其实都是非常新鲜的，不会累的。而且它的汤底肯定有用骨头或是什么下去弄，你看它已经都弄到乳白色了，有没有？不好意思啊。怎么了？不要以我对着空气喊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其实刚刚门口有好几个客人想进来吃，然后但是都进不了。我们点很多一起吃啊。因为老板为了我们休息这样。哦，今天休息。对。哦。拍谁啊？拍谁啊？我想要试试看水煮牛，里面还有加宽粉呢。马上分了，不好意思。哦，不是客人，是老板的儿子来的。我刚以为叫客人来吃，客人还真的跑过来一起订桌。我想说花莲这客人好主动，也太热情了吧！我觉得这个好吃哎，这个酸菜真的，这个酸菜好酸呢，真的是酸。你们自己腌的吗？对。很酸，很够味。你的水饺我觉得也很有特色。就像我们是父亲自己亲手包的，皮很好吃，我觉得皮很好吃。受伤了你还让他包水饺？对，因为客人其实比较喜欢我爸包的。客人吃得出来是谁包的？对，其实手法会比较。真的假的？一定有差啦，继续加油，2年而已，还可以继续加油。你刚刚有吃这个吗？一个？我有吃啊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它算是。可能有配合台湾人的口味，没有那么的油腻，因为水煮系列通常会是比较重油、浓味的那一种。通常水煮系列汤啊，我不会这样子喝。对。但这个汤我是可以直接这样。是比较属于清淡一点。就它有点算是那种里面可以加粉丝，可以把汤素进来的那一种，因为有时候会很油辣。对。然后你沾粉丝会觉得整个粉丝都是油，都很油腻。它这个比较清爽一点点。对，就是我觉得。你们家的招牌要靠你扛。这个面很好吃，我蛮喜欢这个，我蛮喜欢这个调味的。这很久哎。我是2004。任贤齐呀，任贤齐刚出道的时候，小时候的偶像。这个好面熟哦。伊能静啊。伊能静。好面熟。林依晨、宪哥。这个黄以玲，谢丽金的黄以玲，这是谢金燕，这你跟他最熟啦。节目现在不是姐姐，真的好年轻，真的看不出来对啊，真的好年轻。